carinho seja o beijo de uma flor. Deixa que o amor invade a porta da tua casa. Deixa que o carinho seja o beijo de uma flor. Desde pequenino que eu sei que o amor é cura, amolece a dor e ingratidão. Desde pequenino que eu sei que o amor perdura, basta ter carinho e compreensão. Deixa que o amor invade a porta da tua casa. Deixa que o carinho seja o beijo de uma flor. Deixa que o amor invade a porta da tua casa.だから市川市から来た。俺さ聞こえると思った。で入ってこうやってさ。This is our menu. Yeah. You can choose beans from here. Okay. And everything light roast coffee. Which one would you recommend? Which beans? Always everything is good. But do you usually drink light roast coffee? Yes. Oh, okay. And I prefer like very fruity. Yeah. Many. Hey， 大家过得好吗？欢迎回到我頻道。其實有點不確定你們聽不聽到我講，因為我現在在這個馬兜亞什麼什麼的咖啡。然後剛剛前面去的那一間呢，因為不能拍照，不能錄影，所以進去之後就都沒有拍什麼東西。然後原本想來那邊要講話，但是實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因為它旁邊就是住宅區。然後現在在這一間呢，其實蠻感謝，是我上一支影片，東京咖啡那一支影片，然後有人推薦，底下有人留言推薦給我，然後這次就想說來踩踩看，然後呢非常喜歡呢，所以我要謝謝推薦我的人。然後不管是環境跟咖啡，我覺得都超級滿分，所以呢，有興趣的可以來看看。那今天的行程其實就是就到處亂晃，然後等一下要去另一個區域，這區域上一次去應該也是10年以前了。那等一下要去自由之丘，然後主要是要去那邊有一些生活用品居家的，我想要去找杯子。
那順便也會再看看有沒有咖啡廳可以採，所以我們就等一下見吧。まもなく自由が丘です。大井町線はお乗り換えです。出口は左側です。自由が丘の次は田園調布に停まります。Arriving at 自由が丘 T-Line 7. Please change here for the Oimachi line. The doors of the left side will open. 这間 Alpha Beta Coffee Club， 其實我是看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 YouTuber 叫做 Sam and Victor 的影片，但我其實原本我是在找另外一間是現在看到這個外觀是紅磚的，但沒想到它很近的距離裡面有2間，所以我就跑錯了。我本來是想要去這一間的，不過既然都已經到了前面那一間，所以來這邊就純粹在店門口拍個照打卡，到此一遊。原本到自由之丘還有存，就是想要去自由之丘的 M Donut， 但是那天經過的時候也是在大排隊，所以就先沒有買，然後一直逛到傍晚的時候，突然覺得肚子很餓，然後就經過這間 Donut 店就進來了。那原本夾的是原味的糖霜，結果又看到了肉桂的糖霜，就在這邊3心2意的，最後選了肉桂口味。我覺得其實蠻好吃的，就是不用排隊，然後直接可以吃到，然後當時我非常的餓，所以呢，一下子一個就吃完。
那我們就來快速的一個 room tour。現在是不是早上，現在是晚上，大概6:40，到剛剛才 checked in。那進門的左手邊這邊就是一個浴室，空間還蠻寬敞的。這邊是一個乾濕分離的馬桶，然後這邊就是洗臉的地方，台面很寬敞，所以都可以放東西。那右邊就是有淋浴，然後也有浴缸。浴缸是標準的尺寸，所以很開心，晚一點可以泡澡。耶、yeah. 然後再出來浴室的話，這邊是衣櫃，可以掛衣服。然後它旁邊有一個這個東西，這東西我這次是第一次看到，好像看起來是要弄牛仔褲什麼的。有人用過嗎？用過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進來之後呢，就是這次的睡覺的空間了，是一個標準的雙人床，然後有電視，這邊有一個迷你的 mini bar， 有 kettle， 然後有茶杯，這邊就是有一個還蠻大的辦公桌，所以這幾天如果要用電腦或者什麼的話，可以在這邊用。然後這邊應該是一個小冰箱，沒有東西。好，那且要自己打開，剛剛是沒有開的狀態。那現在也晚了，所以我應該就會出去找東西吃，然後我們就明天見嘍。找到這間 X Coffee 完全是因為我那天其實很早就醒來了，然後再找銀座附近比較早開的咖啡店，結果我發現這間店就在飯店附近，而且它8點多就開了，所以就來。那它才開了1年左右，所以是一間蠻新的咖啡店。然後我是去了之後也才發現，原來他們這一次也有來台北的這個台北東京咖啡節，所以就很開心。我是直接在銀座就踩了這間店。Just mean flowery taste and the honey lemon and the orange syrup taste, very fruity and the juicy taste. Thank you. Enjoy your coffee. Thank you. 整體來說，味道不到算非常的驚豔，但是店面小小的，然後可以這樣子有一個 slow morning， 倒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Mangoですか？ Thank you. Thank you. 先来吃原味。它是屬於比較有口感的鹽麵包，外面那一層會脆以外呢，中間蠻空氣感的，然後鹽也不會到
有一些鹽麵包你一吃進去，第一口的那個鹹味會衝上來，這個是蠻平衡的。要讓你們聽一下它的酥脆。我平常最討厭人家吃東西嚼出聲音。再來吃明太子，我覺得明太子的外皮，因為它有明太子醬的關係，所以它沒有像原味的那麼酥脆，但是它的明太子非常非常香。不過我剛剛咬邊邊角角的時候，會有一股那個明太子的油會先衝進來。最後來吃肉桂，後來發現它其實是蘋果派，它裡面的蘋果是還有一點脆口感的，而且它沒有煮到軟爛的程度，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還會有那種蘋果汁噴出來的感覺。它整個味道跟口感是讓我最驚豔的。然後外層這一圈呢，它應該是有用，它是 glazed， 所以還是有脆感。好，那我就繼續吃一下，然後再稍微整理一下，等一下再次出門。等一下見啦。這間咖啡店後來才知道，好像也是抹茶名店，大家也都是爭相朝聖。那我當天早上就到，所以排隊還好沒有排到非常久。然後他是做到你這一杯的時候，他會讓你在前面看，然後也可以拍照，可以錄影，然後他會問你糖要加多少，所以你可以選擇是要加正常甜度，或是像我的話是加一點點糖而已。我覺得一點點糖的甜度剛剛好。嗨，再来這一間店呢，我覺得算是這一趟挖到寶的一間店，因為它其實不多觀光客知道。然後是一個就非常非常日式風格的老建築。那從它的店名也看到，它其實是有 gallery 的，所以1樓的地方它會不定期的跟一些藝術家合作。那當天其實有一些燒陶啊，甚至是手工皮件等等的在1樓展出。不過1樓展示的地方是沒有辦法拍照錄影。那這間店很推薦可以去這邊享受慢慢的悠閒的日式時光。波冷咖啡這一次已經算是回訪了，因為如果有看我上一支影片東京咖啡店的話呢，就知道這間店上次就有去。不過上次去的時候是去銀座本店，那也是因為有觀眾說這間在新橋的新開的店人比較少一點點，店面也比較大，所以這次就來了。那我這次其實整趟旅程我喝了2次的崩梗，然後我最後還是比較喜歡銀座本店的，我覺得銀座本店還是比較好喝一點。
來這一間店呢，它其實就真的比較不在觀光區，是在 Ikebukuro， 然後而且是比較偏一點點的巷子裡。這間店說真的，我不是因為咖啡而來，我是為了這個布丁而來的。然後它的布丁真的很好吃，我非常喜歡它的旁邊的這個焦糖，帶有一點苦味，所以它可以中和掉布丁的膩感，非常喜歡。最後一整顆全部吃光光。接下來這間 Mermaid Coffee 可能可以算是我這一趟喝到最喜歡的咖啡，而且是特調口味，是可樂咖啡。它一開始喝下去的時候，其實會有點覺得會被這個味道衝擊，但是在喝第二口的時候，就會覺得哇，好喜歡，好喜歡。這間店呢，我覺得很可愛，店裡收藏了很多古董，然後如果你對它的手沖咖啡豆子有興趣的話，這邊全部都可以試喝，試喝完之後再選擇。最後是帶了這一個Christmas Blend 的季節限定，然後最後離開的時候又買了一杯可樂咖啡。接下來這個呢，我知道 Starbucks 沒有什麼好介紹，但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剛好有這個 Suppuccino， 我覺得太可愛了，所以那時候這個算是彩蛋嗎？就是所以那時候就去喝了，然後喝了之後我覺得很妙，我很喜歡耶。它其實就是有點像蘑菇濃湯，然後上面有非常非常濃密的這個奶泡，喝起來非常的順口，然後其實你就知道是粉調出來的。但是我還是會推薦，如果最近有去東京的人要買來喝。天氣冷冷的喝，整個人都被療癒了。以上就是這一趟東京之旅所有的咖啡店、麵包店的分享。那其實這一趟呢，還有去了很多其他的小店，最後有點放不進來這支影片。像是也有去了這個 MoMA Design Store， 為了要帶回這一支在紐約少買一支的這個 Joy 小人，然後也有逛了一些可愛的文具店。所有的行程呢，還有去的店呢，我都會列在底下的 description， 所以有興趣的想要參考行程的，可以歡迎到 description 去看詳細的店名還有地址。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咯，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喜歡要幫我按讚、分享、留言，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咯，拜拜。